你内在的寂寞，其实在等待你与自己连结。你以为寂寞是别人没陪伴你的证明，是你在午夜忽然醒来，发现床边空荡的证据，是朋友圈里看别人欢笑的时候，你笑不出来的那一刻。你以为寂寞是外在的匮乏，是没有人理解你，没有人在意你，没有人真正靠近你。但事实上，那份寂寞常常不是因为别人离你太远，而是因为你离自己太远。从小你学会寻找外界的认可、他人的赞赏、社交的连结，你把自己的价值与被看见、被选择、被邀请联系在一起。你习惯把自己的安心感寄托在外在的氛围与他人的回应上，忘了其实你最需要的是自己听见自己。你的灵魂在寂寞里低语：我好希望有人能真正懂我，我好希望有人能在我不伪装的时候还愿意在我身边，我好希望我不必再隐藏那个害怕、羞愧、不知道该怎么走的小我。但这些声音你也许早就压抑，你害怕它被看见会让你更脆弱，你怕被拒绝，怕被嫌弃，怕被误解，所以你戴上面具，选择让自己看起来没事、很强，可以独立。你以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，但是这样的保护也让你孤单得更深。因为当你把那份寂寞继续藏起来，你同时把爱自己、被爱、被看见的可能性也藏得远远。你不必一直强作坚强，你不必一直迎合期待，你不必一直伪装成熟。你可以允许自己无助，允许自己恐惧，允许自己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。真正的连结不是来自别人如何对你，而是你如何承接自己。你的心跳，你的呼吸，你内心那颗想被爱、想被理解的需求，都是要你先对自己说一句：我在这里，我听见你了。你可以给自己一个静默的时刻，关掉手机，离开喧嚣，坐下来问自己：现在的我，内心最渴望的是什么？我是不是已经很久没对自己说话？我是不是很久没允许自己感受寂寞、害怕、不被理解？这样的练习可能会让你感到痛，可能会让你想哭、想逃、想关起心门，但它同时也是你最重要的修复。因为当你愿意与寂寞连结，你其实是在为自己敞开一条内在的回家之路。你会发现，那条路上有你遗忘的部分，你从前拒绝的自己，你从前压抑的情绪，你从前认为不值得的渴望，都在那里等你回去。你与自己连结，会让你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被理解，不再依赖别人的眼睛来确认自己的存在，不再把喜悦寄托在谁的回复，不再因为没有被邀请就质疑自己的价值。这份连结会让寂寞变得柔软，因为你学会了在黑暗中照亮自己，你学会了在孤单里陪伴自己，你学会了满足自己那份渴望的能量，不是从外界，只是从自己。而你内在那份寂寞，其实是灵魂的罗盘，它指向你最真实的需要，不被外在的形象或表演误导，不让社会的标准框架告诉你要怎么样才算值得。你回去听那份安静中真正的心声，在这样的对话中，愿望会变得更清楚，频率会变得更加稳定。你不再焦虑我是不是孤单，而是开始知道我其实与自己在一起就足够。当你回家到自己，寂寞不再是一个缺陷，
而是一种提醒，提醒你还在整合，还在疗愈，还在成长。你不再被它压倒，你学会在那份寂寞中放松自己，学会给自己爱与温柔，学会对自己说，你值得全然被看见。这样的你，走出去的每一步，都不再因为渴望逃离寂寞而焦虑，而是因为带着完整的自己，走在愿望与爱的道路上。你会开始吸引那些真正懂你，愿意与你一起成为自己的人。你会发现自己的能量磁场变了，你所经历的关系、机会、每日的选择，也不再只是填补孤单，而是满足灵魂回家的那些语言与样子。请你相信，你内在的寂寞不是要你逃避，而是要你回家，与自己相遇，与自己相连。在这样的连结中，你就不再需要外界的回声来确定自己，你就能够在寂寞中看到，你本来就是整体的。拿回选择的权利，是显化一切的前提。你可能从没意识到，你现在的许多人生样貌，并不是你真心想要的结果，而是你在没得选择时所做的决定，常年累积，成为一种习惯，在不知不觉中定义了你的生活。你选择某条职业路线，是因为被教导那样比较安全。你选择留在某段关系里，是因为害怕孤单。你选择把身体缩小，把个性隐藏，把需求调整，是因为你以为这样才比较不会被拒绝，比较不会被伤害。但显化真正强大的开始，不是在于你能做什么，能有什么，而是你是否先拿回选择这件事的权利。选择不仅是指外在的大决定，更是指你对内在的回应。你对自己的需求、感受、喜好、渴望、恐惧，是选择忽略还是正视？你对自己价值的信念，是选择顺应别人的期待，还是遵从心中的声音？拿回选择权利，意味着你要承认自己有力量，意味着你愿意承认这是我的人生，意味着你愿意对自己负责，而不仅是顺从外在的压力。很多时候，你不敢选择，是因为你怕承担责任。你怕选择之后如果错了，就要独自面对后果。你怕被批评、被拒绝、被误会。你怕选择的太真实，别人不能接受。所以你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中间状态，一个看起来没那么冒险的路。但这样的安全是短暂的，它的代价是你内在的声音渐渐被压住，是你最想要的生活渐渐变得陌生，是你愿望里闪亮的那一部分被你自己藏起来。显化从来不是关于外在怎么样才好看，怎么样才满足别人的期待，而是你内在怎么对齐，怎么真实。你怎么做出选择，哪怕那个选择会让你感到脆弱、害怕，让你冒风险。当你开始拿回选择的权利，你会发现你的频率在悄悄变化。你不再那么容易勉强自己，你不再听从所有人的意见，只听自己的内在指南。你不再因为恐惧而退缩，你更敢说不，更敢说我想要，更敢表达你自己的界限。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，成为你与愿望对齐的能量根基。你选择早上先照顾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立刻忙工作。你选择把时间留给真正让你有喜悦的事，而不是填饱必须的日程。你选择不再委曲求全地迎合别人的期望。你选择从自己的渴望出发，而不只是别人告诉你的应该。这些选择看似平凡，
却是你能量的重塑。是你灵魂在对宇宙说：我在这里，并愿意为我想要的人生负责。一旦你真正拿回选择权利，就如你打开了一扇大门，宇宙开始有空间以新的方式回应你。机会不再是偶然的外援，而是频率共振的必然。支持不再是拼命争取来的结果，而是你自然吸引来的能量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一直以为要靠努力堆叠的成就，其实很多是因为你没有先选择。那些你以为是命运的追赶，其实是因为你迟了拿回自己的方向。选择权利的拿回，不是一朝一夕的突破，它是你一点点练习的累积。你允许自己说不的日子越来越多，你允许自己听从直觉，而不是每次都论理分析。你允许自己在错误中学习，而不是每次都要对。你允许自己等待，而不是对于未来焦躁不安。在这过程里，你可能会遭遇质疑、抵抗，旧的习惯会试着拉你回去。内在的恐惧会告诉你，你不该这么做，你要这样做才对别人好，你要这样做才被认同。但你渐渐明白，那些声音不一定是你的灵魂在对你说话，那些是旧有的恐惧与条件。你学会辨识哪个是来自爱自己的声音，哪个是条件式的你应该怎么样。你学会在每一个瞬间选择回来选择自己，哪怕那个选择让你孤单，让你被误会，让你面对不确定。但你知道，这样的孤单与风险，比活在他人的期待里慢慢失去自己更值得。显化就在那些勇敢选择的瞬间形成。你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身边的安排，你开始主动描绘你内在的图案。你开始对那些你真正渴望的画面负责。你开始成为愿望被实现的那个人，而不是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。愿你拿回选择的权利。愿你从此不再因为别人的眼光去改变自己的步伐。愿你从此不再把自己的人生让渡给恐惧或别人的期待。愿你从此每一次选择都更贴近灵魂的渴望。愿你因此见证，真正想要的一切，不是因为你勉强才得来，而是因为你选择。你敢相信，你愿意成为那样的自己。放过自己，是一种能量上的重生。你多年追求、努力，不断试图让自己变好，常常是为了躲避批评，为了不被拒绝，为了让自己配得上爱与认可。你以为若能一直撑住，不露痕迹，就能被看见、被接纳、被尊重。你以为若能不犯错、不弱、不需要依赖，看似完美，就会安全。但这样的活法，让你与自己之间有很多未被疗愈的裂缝，让你多少次在夜里翻来覆去，心里空荡荡的。你努力撑起一个你以为别人想要见到的自己，忘了还有另一个自己，一个疲惫、受到伤害、渴望被接纳的你。放过自己，不是放弃责任或变得懒惰，不是你的努力就此停止，而是你愿意对自己说，我不需要再这样折磨自己了。愿意卸下压力，卸下要求，卸下内在那个永远觉得不够的评判者。愿意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，让那个一直被逼自己前进的你先歇一歇。这种休息，这种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自己感受受伤的权利，是能量上的重生。因为在这个过程里，你的频率开始松动，开始有空隙进入疗愈的可能，开始有空间让你真正与自己的灵魂连结。你可能一开始不敢放过自己，因为你怕放过就意味着不重要。
你怕不再拼，再不强，就会被遗忘。你怕无所事事就被认为失败。你怕自己的脆弱被他人利用，被看轻。这些恐惧是很自然的，但你要知道，这些恐惧不是你的敌人，他们只是你一直以来为了保护自己，为了让自己在这世上有立足之地所打造的防御机制。而防御机制用久了，会让你忘记什么是真正来自你内在的声音，什么只是为了适应他人，为了被爱、被看见的表演。当你开始放过自己，那个你一直忽略、一再批判的那部分你终于愿意看看，也愿意拥抱，愿意承认自己有缺憾、有恐惧、有疤痕，愿意不完美、不一样，甚至可能被拒绝。但这样的你仍然值得被爱，值得被接纳。这个阶段可能会让你经历巨大的能量改变。一、释放累积的压力与对抗。你不再把自己逼到极限，你可以慢慢放下那些从小到大的标准与外在期待，让身体、情绪、心灵有空间去松弛，去呼吸。二、与自己的关系重建。你开始听见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，开始理解那个一直被你忽略或否定的自己，开始与自己说话，陪伴自己，而非一直惩罚自己。三、愿望与显化频率的提升。当你不再因为不配、不够好而压抑自己的渴望，你开始释放阻碍愿望实现的能量阻塞，你的频率变得更清晰、更纯粹，显化的能量也会更顺畅地展开。四、遇见真正能与你共振的人与事。你不再为了讨好或迎合别人改变自己，你的选择会更忠于自己，因此你吸引来的人与机会也会是真实看见你完整样子的连结。五、从内在开始的自由与创造力。放过自己意味着你从里到外给自己自由，再也不用活在别人的标准里。你开始有空间发展喜欢的样子，追求热爱的事，创造那属于你的美好。放过自己的过程，可能伴随着痛苦、失落、怀疑、回顾。你会回想过去所有为了被看见或不被拒绝所做的压抑与妥协。你会感觉那些年少的自己被忽略的痛楚再浮上来，可能会哭，可能会愤怒，可能会感到羞愧。但正是在这些深处，是灵魂的缝隙中，奇迹正在发生。放过自己是一次小而深的革命，不是要你立刻改变一切，而是要你在这刻允许自己存在，就在这里，就这样。你可以练习，每天给自己一点温柔的时间，不做任何该做的事情，只是存在。当你对自己高标准，对自己批评严厉时，停下来，对自己说一句：我也只是人。在镜子前，看见那些你以为该藏起来的疤痕与伤口，对他们说：谢谢你陪我走过。当你做错，或是失败，或是被别人拒绝，允许自己感受伤痛，而不自动否定自己价值。放过自己，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是一条你从压抑与自我制裁中走出的路，是一条让你与自己真实连结的路，也是显化所有美好、所有爱、所有你真正渴望之物的根基。愿你练习放过自己，愿你在放过的那一刻重生一分能量，得回一分自由。愿你在新生的光芒中看见自己从未离开过光明，从未失去过值得被爱的资格。你不是卡住了，而是太久没问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
你记得那个你爱画画的下午吗？画笔在指缝间温暖而自由地划过画布，那颜料的味道还在空气里回荡。你笑着看见线条和色块交错的样子，那时候你知道，你心里真实的渴望是什么。可是后来，你慢慢停止画画。你说忙，说责任，说现实要你选择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你说要体面的活，要稳定的前往你以为别人期待的方向。你把画笔放进抽屉，把心里的色彩慢慢盖上灰尘，直到你几乎忘了那些色彩曾经给过你怎样的心跳。你不是真的卡住了，你只是太久没让自己停下来，太久没鼓起勇气，问自己一个看似简单，却被你遗忘很久的问题：这是我真的想要的吗？你可能还在努力，还在尝试，还在走着别人定义的路。你可能在别人的期待里耗尽了青春和泪水。你可能戴着面具笑着，心里暗忖着，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么努力？每当你让自己忙碌地忘记呼吸的时候，每当你夜里躺在床上，心跳乱得像不知从哪来的回声，那其实是你灵魂在提醒你，你太久没有问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你太久没有爱你深处那个声音。那声音不是嘴上能说出的愿望，它是一条细微的线，往回通向你最柔软的地方。那里有你小时候最天真的梦，有你曾经相信自己可以为世界带来光的那个自己，有你曾经画夜空、写诗，被月光照亮，被星星问候的记忆。可这条线因为你被责任挤压，被比较消磨，被对错的判断覆盖得越来越模糊。你不再看见那线路，你不再听见那声音，你以为自己卡住了，以为自己没有路可走，但真相是，路一直都在，只是你从未走回去看清楚自己的方向。你可以从今天开始练习停下来，关掉那些外界的声音，停止对比，停止诠释，停止审判，听听自己的心在说什么。你可以坐在窗边，看着日光如何斜斜地洒在地板上，看看影子怎么拉长，怎么缩短，让你自己感受到这份静谧与光线的流动。你可以在夜里翻开那本曾经让你感动的书，让文字在指尖流过，让情感重新被唤醒。你可以躺在草地上，抬头看着天空，任风吹过你的发梢，听见风里自己的名字。因为你要问的不是我能不能做到的问题，而是我到底想要什么这件事情本身。你要允许自己去想象，去渴望，不为了别人，不为了成功，不为了效率，只是为了你那个真实的自己，哪怕你还没勇气让全世界看见。你要让那个灵魂深处的声音，像一首诗一样温柔，像夜风一样安静，像月光一样诚实。你要听见它不是喊你改变什么，而是告诉你什么对你才轻盈，什么对你才自由，什么对你才是完整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开始问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世界开始为你显露回音。你开始注意哪些工作让你心里发热，哪些人让你想起自己，哪些时刻你感觉到自己活着。那些你习以为常以为理所当然的事，突然变得有重量，有味道，有灵魂。你会开始看到，有些关系让你呼吸困难，有些习惯让你窒息。你会开始放下那些你只是因为害怕有人不与你同行才维持着的形式。你会开始删去你生活里那些不是你画不上的色彩。原来，
你不是卡在命运的某个角落，不是因为世界不让你动，也不是因为你天生就缺乏什么力量。你卡住的是因为你忘了自己可以创造图案，忘了自己曾在梦想里飞翔，忘了自己还能为爱写歌，为光照亮自己。你卡住的是因为你太久没回去对话那个你，太久没允许愿望在你里面露出真实的样子，太久没让生命为你响应。在你开始问我真正想要什么的那一刻，你的能量开始翻转，你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生活的安排，你开始对于自己的选择敏锐，开始辨认什么让你有力量，什么让你疲惫。你开始削减生活里的噪音，给出更多给自己空间与呼吸，给自己的愿望被看见的时候，你不会一次问清楚所有答案。你可能在半夜哭着问，可能在清晨醒来疑惑，可能在走在路上被风吹动时，某个片刻突然想起来。这些碎片都很好，因为它们都是你心跳的碎裂之处，也是你灵魂正在被召回的迹象。缓慢的，你会改变你的日常，你会发现自己开始拒绝那些让你不舒服的选择，你会发现自己开始说我不要这样，或者我愿意这样。你会开始尊重自己的时间，尊重自己的感受，尊重自己的边界。你会对自己诚实，不再把应该做的事当作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。当你这样走，你的愿望就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，它变成你日常生活的纹理中自然流出的形状。它不是你努力推动得来的，而是你爱自己，听见自己，选择对齐自己的结果。你会见到那些你以为自己放弃的梦，并未消失。他们在你放下那些不属于你，那些你没选择的样子之后，依然存在，依然有力量，依然在等你描绘。你会见到那些你曾经认为是别人的期待，是社会标准，是他人成功的模型，其实从来不是你的蓝图。蓝图是你自己用心画出来的，你的频率画出来的。你会慢慢明白，卡住的感觉会消退，但不是因为你终于把所有障碍清除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愿意让自己问问题，让自己去感受，让自己去选择。在这条回家的路上，你会重拾那些遗落的愿望，重拾那些因为忙碌或恐惧而放下的自己，重拾你为自己曾经画的蓝天与星辰。你会因为这样的重拾，重新感受到生命的流动。你会因为这样的问与听，看见那些机会与人与风景，刚好在你对准了自己之后靠近你。你不是卡住了，你只是太久没问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就在你开始这么问的那一天，你就开始重新动起来。你的生命风景开始被你重新涂色，你的脚步慢慢有方向与节奏，你的心开始有声音。在那个声音里，你找到愿望与可能，你找到回家的路。那条路不一定平坦，但它是真实的，是你自己的。愿你勇敢问，愿你诚实听，愿你耐心绘制自己的蓝图，愿你在问的过程中，慢慢重新爱上那个最想被听见的你。愿这问与听带你回到自己，带你重新相信，你想要的一切有权利去拥有，你的渴望有价值，它值得被照亮与实现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
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